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迷你特工队的这款风暴战警，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出了挺长时间的玩具了。那一天逛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感觉这个车型和人形都是非常帅的，推车滚动很丝滑。这种儿童玩具嘛，毕竟要保证车型推车的一个爽快感。而且看这个车360度旋转。包裹的完整度非常的好啊。不过翻到底盘下方能看到人形的上半个身体，下边这一块遮盖的倒是也还可以了。之前看图片我还是真没想到，哇，这个玩意儿这么大，光车型在24公分多一些啊。拿起来还是非常有分量的，用料材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对着光看这个光泽感很好。警灯是嵌进去的透明零件，前方这里的大灯这一块也是用透明零件压出来的，很好看啊。但是和韩版最大的不同，韩版的这个警徽是一个金色的电镀件，国代的版本变成了一个金漆的。我个人感觉啊，作为一个儿童玩具，电镀可能会不太耐磨，或者说容易掉吧。做成金漆的倒是也不难看。我们准备开始变形，也是非常简单。先翻到底盘来，把这两块红色的板子打开拉下来，脚尖这一块折起来，根部这里是齿轮关节，下方这里无损的咬扣把它锁上。脚底这里并没有接地的关节，所以做了一个伪斜坡。然后翻过来。我们把这一块白色的车顶往下压，同时两只手托住这两块蓝色的部分，听到嘎嘣一声，就是解开了这一块的无损咬扣。拉下来，把胯部的关节向下掰一点点，后方这一块再往起抠。这里边问题就来了，在刚买回来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桩子是一个平桩，还挺长的。我看了一下。警灯前方这里专门设计了一个窟窿，所以它的目标我觉得就是在背包收纳的时候跟这样插进去的。但是也因为那个原装太长了，这个扣子就完全插不进去，边缘会被绊倒，所以我也是剪下去了一个缺口，用水口钳子夹了一下，把这个缺口夹下去，搓一个倒角出来，这样就好进一些了。但是现在还扣不进去，我们需要把这一块侧面打开，这里边有无损的咬扣，前方这有连接的插口，双关节把它拨开，再把这一块的顶盖折叠放过去，这个时候后边就不影响了，就可以完全的和警灯的位置进行贴合，扣子也顺进去了。其实它这个背包后边还有一个滑槽，我们可以往出拉一截，拉出来以后上下还可以撬动。所以相当于把这个披风往后翻了一下，但是说实话，这块披风的收纳挺水的，就这么支棱在这里边，应该再折叠一下，加个关节是吧？把这一块能横着展开，或者说摆一些角度，就更好看了。伸出去以后，肩膀的关节打开，把两个肩胛拉出来，哇，非常壮观的两个巨大肩胛，很漂亮。腿部的无损咬扣左右分开，后边脚后跟的支撑把白色的面板。齿轮关节旋转180，脚后跟支撑出去。哇，太爽了！这种儿童玩具玩起来就是这种嘎嘣的快感。该有的可动关节倒是也不差。它是从膝盖位置左右旋转的。原始的胸甲是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是感觉肩膀炸开了以后，感觉胸口这一块还是有点薄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大警徽通过俩无损咬扣给它扣上。哇，瞬间这个颜值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真好看，亮闪闪的。当然，如果是个电镀的会更漂亮啊。但是国代的版本改成了金漆呢，还是那句话，也不难看。上方这里肩膀的可动关节。基本上你所看到的所有关节都是齿轮在运作，就跟那不要钱似的。可惜手型这一块是一个固定的造型，而且没有左右旋转。倒是在披风后方车门里边有它专门的武器收纳位置，通过 C 型扣夹在这里的两把双枪，往这一摆，哇，这勇者味也太浓了。其实变形的结构也是很像勇者，在前几系的勇者里边，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肚子里边的小警车啊，也是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变形结构。哎呀，太怀念那个时代的感觉了，就
很迪卡杜的那个味儿太浓了。但是神勇在设计的时候呢，又突出了一些韩式美学的风格啊。这个张力十分的强劲，而且这一块有一个金色的星星，头盔上的警徽和分色处理也是非常漂亮的，但是感觉这个面罩乌突突的，透光性并不是很好。胸甲上边警徽这些条纹的刻画很不错，腰身的曲线美型度也是非常在线的，包括大腿这一块的弧度啊，腿部的刻画。很不错啊，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偷教空洞，这个是最良心的体现。唯一让人不爽的还是这一款设计根源的问题啊，这个背包大屁帘子显得有点太夸张了，要是能再折叠收纳一下就好了。这样也导致了它站立很容易后仰，不是很稳定。所以呢，其实再往下折一点点，尽量的往内收一收，这样的重心会更方便去摆放造型。但是样子还是非常帅气的，大张味儿特别的浓。变成人形的高度在22.5公分左右，不小的一个尺寸了。虽然它的背包收纳并不好，变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目了然。但是这个人形的帅气程度以及全身嘎嘣作响的齿轮关节，还是让人非常无法拒绝的。最关键的，同样为神勇工作室的设计，展高的代理，这一款60块钱的价格，这么大的个儿，这么漂亮的人形，已经完全对得起它的售价了。虽然是同一个设计工作室，同样的代理，但是可能也因为迷你特工队的人气没有现在炫卡斗士的人气这么高啊，导致玩具也没有炫卡斗士卖的那么贵，所以这一款的性价比真的相当可以啊，特别的帅气，很棒很棒。那么得嘞，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